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巅峰对决。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一场政治对决，不仅改变了两位杰出士大夫的命运，更将整个帝国推入了难以回头的深渊。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名字常常被简化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标签，然而他们的关系远比这复杂得多。他们曾惺惺相惜，最终却是同水火。他们都怀揣救国理想，却共同将北宋政局撕裂为党争的泥潭。庆历5年1045年，25岁的王安石与27岁的司马光出10于京城。那时的他们都已是闻名遐迩的青年才俊。王安石以文章卓绝、见解独到著称，而司马光则以其严谨的学风和深邃的史实备受推崇。在当时的文人圈中，二人均以不慕虚荣、立志改革时弊而闻名。司马光后来在《与王介甫书》中回忆道：“光熙者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王安石学问的钦佩。而王安石也在赠司马光的诗中写道：“君使司马光字，何为者？淳朴古人风。”赞许司马光持守古道，为人敦厚。嘉佑年间，二人同在京师为官，交往甚密。他们曾一同参与修撰、起居注，在学术上多有切磋。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文学才华尤为叹服，称其文皆经世之用。王安石则欣赏司马光的史学功底与务实精神。在私人领域，他们互赠诗文，探讨经义，颇有知己之感。治平4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锐意改革，寻找能够振兴国家的栋梁之才。此时，王安石与司马光分别以地方政绩和学术声望成为朝野瞩目的对象。神宗曾同时询问二人对国家局势的看法，他们的回答虽有差异，但都直指时弊，显示了共同的忧国之心。熙宁2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拉开了变法的序幕。青苗法、军书法、市议法、免役法等新法相继推出。此时的司马光虽然对朝政弊端也有深刻认识，却对王安石的改革路径产生了根本性质疑。分歧首先表现在具体政策上。以青苗法为例，王安石意在通过政府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司马光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政府与民争利，且地方官吏为追求政绩，可能强行摊派，反而加重百姓负担。更深层的分歧在于治国理念。王安石信奉变通之道，认为祖宗不祖法，应根据时代变化调整制度。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阐述了变更天下之弊法的思想。而司马光则强调守常，他在《资治通鉴》中反复申明礼制的重要性，认为治国当以稳定为先，循序渐进。熙宁3年1070年，司马光连续3次致信王安石，即著名的《与王介甫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信中言辞恳切，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他担忧变法过急会导致社会动荡。王安石的回复则简短而坚定：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他认为司马光等人墨守成规，不理解改革的紧迫性。随着分歧公开化，两人的私人情谊也走到了尽头。熙宁3年，司马光自请离京，退居洛阳，开始了长达15年的编修《资治通鉴》的生涯。而王安石则继续推动变法，在神宗的支持下，新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对立，并非简单的权力之争或个人恩怨，而是两种理想主义的碰撞。王安石的理想是富国强兵，他亲眼目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财政匮乏，军队孱弱，边境屡遭侵扰。在鄞县、舒州等地的为官经历，使他深信只有通过系统的制度改革，才能扭转国家颓势。他的变法蓝图涵盖了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重新分配资源，增强国力。司马光的理想则是社会稳定与道德重建。
他认为国家之弊在于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改革应当从整顿吏治、恢复伦理入手。在洛阳期间，他潜心编纂《资治通鉴》，正是希望通过历史经验为治国提供借鉴。司马光担心王安石那种激进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会破坏社会固有的平衡，最终事与愿违。两种理想都是真诚的，也都具有高尚的出发点。王安石有诗云：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表达了他对改革艰难的认识。司马光则在《资治通鉴》开篇写道：臣闻治乱之道，古今一贯，体现了他对历史规律的敬畏。然而理想主义的执着也使他们缺乏必要的妥协与包容。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将不少反对者贬黜出朝，包括苏轼、苏辙等有识之士。司马光则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使复衔洛阳，也从未停止对新法的批评。熙宁7年1074年，因天汉与新法推行中的问题，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虽然后来曾复相，但熙宁9年1076年再次罢相后，他便退居江宁（今南京），不再过问朝政。然而变法已经启动的政治分裂却无法停止。元丰8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被重新启用，任门下侍郎，次年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此时的司马光已是67岁高龄，且身患重病，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推动元佑更化，全面废除新法。司马光认为新法害民已久，必须尽快废止。他甚至提出5日禁罢免一法，这种急切的态度令不少原本反对新法的官员都感到担忧。苏轼就曾劝说司马光保留免役法中合理的部分，但司马光坚持己见。从元佑元年1086年2月司马光为相，到9月他病逝，短短7个月间，新法几乎被全部废除。同年4月，王安石在江宁去世。临终前，他听闻免役法也被废除，怅然道：此法中不可罢也。两位主角相继离场，但他们开启的党争却愈演愈烈。朝臣分裂为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而就党内部分又有骆党、蜀党、朔党等派系。政见之争逐渐演变为义气之争、权力之争，甚至沦为打击异己的工具。王安石与司马光可能都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对立会引发如此持久的政治分裂。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方式共同将北宋政局推向了党争的深渊。王安石在推行变法时，过于依赖少数支持者，未能建立广泛的共识。他将反对者视为流俗，认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态度固然显示了改革的决心，但也关闭了对话的空间，迫使持不同意见者不得不走向对立。司马光则在废除新法时犯了类似的错误。他未能区分新法中合理的部分与确实有害的部分，而是全盘否定。他对新党成员的排斥也加剧了政治对立。当有人劝他留用部分新党官员时，他说：王安石所行新法，无欲尽废之，岂可又留其党人在朝？两位领袖的绝对化思维为后来的政治斗争树立了坏榜样。他们的追随者往往更加极端，将政治分歧转化为个人恩怨。哲宗亲政后，重新启用新党，对旧党进行报复。徽宗时期，党争更与权臣专权交织，朝政日益败坏。北宋的士大夫政治本有共治天下的理想，但在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对决后，这种共识被打破。朝堂之上不再是理性讨论的场所，而成为派系斗争的战场。这种分裂最终削弱了北宋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为后来的靖康之难埋下了伏笔。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很难简单地评判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对错。他们都是北宋最杰出的士大夫，都怀抱着救国济民的理想，却因路径选择的不同而走向对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存在诸多问题，执行中的偏差，对民生的实际影响过于急功近利等。但他指出的积贫积弱问题确实存在，他试图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具有前瞻性。司马光对新法的批判多有合理之处，
他担忧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担忧变法破坏社会稳定的观点也值得深思，但他全盘恢复旧制的做法又显得缺乏建设性。真正的悲剧在于，两种本可互补的智慧，变革的精神与持守的智慧，却走向了不可调和的对立。而他们的追随者更将这种对立推向极端，使北宋政治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恶性循环。当我们剥离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简单标签，看到的其实是两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在复杂现实面前的困境与局限。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政治决策需要坚持理想，也需要尊重现实，需要坚定信念，也需要包容意见，需要推动变革，也需要保持社会的连续性。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相爱相杀，最终没有赢家。他们各自的理想都未能完全实现，而他们共同深爱的国家却因他们的分歧而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分裂。这段历史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与警醒。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